我覺得而家冇咗靈魂 ，including 我同埋香港都冇埋。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2日。今日講下杜琪峰杜 Sir 咧喺 BBC 嘅訪問。咁啊訪問好唏噓，佢講到咧，佢認為啊，而家佢同埋香港咧都冇咗靈魂。咁記者問佢冇咗乜嘢啊？佢認為係冇咗人權啦，冇咗民主。咁啊，佢話佢自己喺香港幾十年啦，佢而家70歲啦。咁啊拍咗電影都好多年啦。咁從來未試過有咁艱難嘅時候啊？點解呢？就係因為以前香港咧係一個最自由嘅地方啊！咁好多人就話英國人啊冇俾民主香港啊，咁呢個事實啊。但係香港喺英國人管治嘅時代，係亞洲，係整個華人地區，係整個東亞社會最民主、最自由嘅地方嚟喎。啊，雖然就冇普選啊，冇呢個嘅直選，咁但係咧佢百幾年嚟都係最自由嘅地方，所以啊，中國大陸咧喺晚清以嚟啊，就嗰啲知識分子要走難都係嚟到香港嘅嚇，然後去到民國時期啊，嗰啲搞革命嗰啲人咧又係嚟到香港嘅，就係因為最自由嘅地方嘛。1949年之後啊，唔願意留喺大陸，亦都唔願意去台灣嘅人啦，譬如話咧錢穆啊、余英時啊、牟宗三啊。咁啊，仲有杜月笙都嚟香港嘅，咁所以香港係亞洲社會、華人社會最自由嘅地方。喺49年以後呢個嘅韓國進入咗威權管治嘅年代，韓國北韓、朝鮮同埋南韓咧，亦都係獨裁政體嚟嘅。咁啊，台灣亦都係戒嚴時期，所以整個東亞社會咧就以香港為最自由嘅。即使冇普選，但係佢能夠講到任何說話，可以嘲諷英女王啊，可以咧批評英國嘅管治，批評英國殖民地嘅管治，咁咧就係即係比起亞洲社會其他國家咧個代價係少好多嘅。咁啊，唔同嘅報紙、左派嘅媒體、左派嘅電影人可以喺香港度拍電影喎，右派嘅亦都可以。咁啊，無論咩人咧都可以喺香港咧係即係生活嘅，而且發表佢哋嘅意見。佢哋可能有代價，但係個代價比亞洲社會咧就肯定係輕鬆好多。但係去到今天唔同啊嘛，去到今天韓國可以好自由地拍翻逆權司機、逆權大狀、1212呢個嘅韓國政變，可以拍翻呢啲當年呢就係殘暴對待學生、殘暴對待民主民運人士嘅呢個電影。咁啊，日本亦都係民主啦，台灣啊，今天啊返校啊、還願啊呢啲嘅電影電視題目。亦都可以拍成出嚟，可以遊戲機就講翻以前喺白色恐怖時期啲人係幾不幸、幾悲哀嘅。咁所以咧，香港由以前係東亞社會、華人社會最自由嘅地方，變成而家咧就唔係啦。喺東亞社會、喺華人社會咧，就相對不自由嘅地方嚟。比起韓國、比起日本、比起台灣啊，比起東南亞、菲律賓、比起泰國、印尼咧，可能咧香港嘅言論自由未必會好多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時移世易啦。咁所以杜 Sir 咧，杜琪峰咧就講咗呢番說話。咁佢亦都覺得即係佢有佢自己嘅睇法啦。佢雖然對香港嘅情況好不滿，但係佢都留下來啦。咁啊，亦都覺得佢作為香港人應該要留低。離開咗香港嘅拍出嚟嘅電影就唔係港產電影啦。佢認為佢應該要堅持。咁當然呢個係個人嘅取態，冇乜問題。咁但係咧，佢裏邊就講到咧黑社會3，因為佢本身計劃咗喺2010年係拍黑社會3噶啦。黑社會電影系列咧，黑社會1同2咧就係非常之精彩，佢係顛覆咗整個以前咧70-80年代開始香港好多黑幫電影嘅題材。譬如話喺70-80年代香港黑幫電影嘅題材講呢個江湖啊，好多係英雄浪漫主義，即係周潤發、劉德華嗰啲係英雄浪漫主義。去到90年代咧，就係黃霑拍嘅黑社會，就以漫畫改編，就古惑仔，亦都係咧。浪漫化、英雄化咧黑社會人物。去到2000年代，杜琪峰拍黑社會1同黑社會2之以和為貴，佢就唔再係浪漫英雄化黑社會人物，係揭露黑社會嗰種陰暗。而黑社會嗰2套電影嘅英文名叫 Elections， 係講選舉。咁其中咧有一段咧，我覺得係好玩味嘅。咁呢一段咧，即係而家咧香港Disney Plus 係有啊，咁我就即係俾大家睇佢一段係講乜嘢。咩都唔敢太離譜，最好拉佢翻嚟啊！全部係打冧一個字頭，第2個字頭又起，釘住一個古惑仔，第2個又發圍。我哋要嘅咧就風平浪靜，冇事冇幹冇投訴，安定繁榮。
黑社會都講民主，好搞唔搞埋小圈子選舉，咪新嘅咁咯。老豆全仔，乜唔使爭唔使嘈啦。人哋選辦事啊，仲早過我哋香港選擇想成辦。佢講呢番説話咧係黑社會一嘅電影嘅情節嚟嘅，就係呢兩個警察咧嘅對話。嗰兩個警察就話咧：喂，黑社會好地地啊，學咩人搞小圈子選舉啊？好似新記咁，新記即係新義安啦。父傳子，子傳孫，咁咪好啦，係咪啊？咁啊，喂，人哋啊嘅字頭選辦事啊，仲比我哋香港特首啊選舉早100幾年。其實佢講黑社會咧就係和字頭，即係香港咧就係以和字頭啦，以和為貴啊嘛。嘅洪門兄弟3點水合一就和字頭就係為首嘅。其實佢應該係影射緊啦和勝和。咁啊，香港咧和字頭咧嘅黑幫咧好多噶，最早啊當然有和合圖啦，就喺灣仔啊，以及呢個香港仔啊、西環一帶活躍噶嘛。咁啊，而家全港最大嘅當然係和勝和啦。咁啊，仲有啲相對細啲嘅和勝義啦，和安樂啦，和安樂就係水房。咁呢啲咧都係影響力好大嘅，所以和字頭咧曾幾何時咧係香港咧黑社會咧就係同14K 同埋新義安係分庭抗禮嘅。咁去到今天咧，和字頭咧可能嗰個勢力咧仲係比起14K 同埋新義安咧有過之而無不及添。當然喺海外咧可能就係14K 犀利啲，喺荷蘭啊、喺菲律賓啊，咁啊14K 咧可能喺一帶一路嗰啲咧就強啲。但係香港咧和字頭就好犀利啦。佢嗰套電影咧其實就係講緊小圈子選舉，黑社會一咧係講小圈子選舉，而啲人選咗嘅時候係唔服個選舉，要想辦法推翻個選舉制度。呢個咧就係所謂小圈子選舉咧，處處都係操控嘅，而且咧有隔代欽點喎，就係嗰啲元老咧，即係老人政治係會欽點呢個嘅候選人喎，所以其實佢係諷刺緊香港嘅政治制度，亦都係諷刺緊中國嘅政治制度，係咪啊？中國嘅政治制度喺嗰個年代咧，就係仲係胡錦濤年代，就係有隔代欽點噶嘛。胡錦濤係鄧小平直接欽點噶嘛，江澤民亦都係鄧小平直接欽點噶嘛。咁而一代一代欽點落嚟嘅。呢一種咧就叫做隔代欽點政治啦，咁所以當年拍黑社會一嘅時候就係諷刺緊呢一種隔代欽點老人政治啦，咁亦都諷刺緊小圈子嘅操控選舉，裏邊好多買票啦、賄選啦嘅情況嘅。呢個黑社會一，黑社會二之以和為貴咧就更進一步啦。你以為黑社會好卑鄙咩？黑社會背後有啲勢力係更卑鄙嘅。咁啊，黑社會二之以和為貴咧，其中有一個好核心嘅思想嘅，喂就係要永續連任。阿樂啊，佢上一屆咧就選咗做坐館啦，咁但係咧佢係唔服氣，因為2年就要換一屆裝噶嘛。咁佢上一屆就係因為勢力平衡，所以咧啲元老就選咗佢上去，就唔選大啲。大啲就同你講今晚8點有骨氣，哇！呢啲對白咧都係好熟悉噶，係咪？咁呢個阿樂咧，即係任達華做嘅角色，佢就認為咧，佢覺得應該自己有機會繼續連任落去，所以佢想連任，掃除咗好多嘅障礙。喂，呢個咪就係永續連任嘅帝位思想咯，就係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黑社會二之以和為貴係2000年代嘅時候拍嘅，咁嗰陣時係成功預言咗中國嘅政治後來嘅發展喎，就係想冧莊、想連任、想打破常規，因為字頭嘅規矩100幾年就係每一個坐館就坐2年，不得連任噶嘛。而家佢想打破落嚟喎，永續連任喎。咁阿樂嘅陰謀最終係失敗啊，俾 Jimmy 仔即係古天樂嘅角色打破咗。但係古天樂嘅角色咧，背後其實就唔係古天樂黑社會夠卑鄙啦，殺人放火呢個嘅綁架勒索乜都做得出嘅。你要玩呢啲，我就同你玩呢啲。咁但係阿樂背後就係想冧莊連任 ，Jimmy 仔背後係想做生意啫。佢話想做生意，結果大陸嘅公安唔俾佢做生意。佢話點解啊？因為人哋老許就愛國，老許其實就影射第2個字頭影射新義安啊。喂，佢愛國，佢可以做，咁但係人哋係坐館嚟，你 Jimmy 仔憑乜嘢去做啊？咁 Jimmy 仔話我都可以愛國啊，咁但係人哋係坐館，你唔係啊嘛。咁 Jimmy 仔話係咪只有我做到坐館就可以喺大陸做生意？佢話你搶咗翻嚟先講啦。當佢做咗坐館嘅時候咧，大陸嘅公安石副廳長咧就叫佢下一屆繼續做啦。哇！咁人哋係唔想做黑社會嘅，人哋係想做生意嘅。你而家咧就俾佢做一屆啦，要求佢打破規矩，永續連任。點解啊？因為喺公安嘅角度，喺政治嘅角度，Jimmy 就係一個可控嘅人。可控嘅人咧，佢做黑社會咧
香港社會就繁榮安定啦。佢哋唔講規矩嘅，唔講信用嘅，係講乜嘢啊？係講效益最大化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又係成功嘅政治預言。咁而家問題嚟啦，黑社會3本來佢話要拍嘅，但係後來我話冇拍喎。佢話因為佢諗住拍嘅一啲嘅情節咧，現實已經發生咗。咁即係當現實比電影更荒謬嘅時候咧，咁啊電影個價值就已經下降咗噶咯。而家香港嘅人啊拍嘅電影咪只能夠即係避開啲敏感題材咯，就冇咗香港以前最成功嘅元素啊！以前香港好成功嘅元素可以拍呢個嘅咩8964嘅橋段啊，以前即係可以拍省港旗兵啊，可以拍呢個話警察啊警魔係可以拍好多呢啲情節噶。而家呢啲情節咧都自我審查。我最近咧完全感受到咩叫自我審查，因為我有一本書咧就會喺香港出版，咁其實我可以喺台灣出版嘅，冇問題嘅，咁但係喺香港出版咧，結果就受到好多限制啦。我有6篇稿咧就俾編輯咧係截咗稿個原因係點解啊？因為佢哋會影響到佢哋佢哋驚自我審查。呢個我完全同情啲編輯因為佢哋唔自我審查咧，第一投資咗個錢出版咗印咗要收起就血本無歸啦。呢個小則就如此，大則可能拉人封艇嘅喎。咁但係我自問咧，嗰啲文章都係寫得好嚴謹嘅，喺大陸都可以出版到嘅其實，但係香港咧我就言論自由反而不如大陸。呢個其實就係杜琪峰講嘅電影，香港電影嘅衰落有好多原因啦。90年代有盜版係咪？2000年代咧有合拍戲北上短視，咁而家咧就最主要面對嘅挑戰就係咩？就係言論自由嘅扼殺。咁你只能夠拍一啲好含蓄嘅好似黃子華式嘅拍一啲好含蓄嘅電影，講下移民嘅話題啦，講下家嘅問題啦，或者拍呢個嘅黃子華式嘅講法治嘅問題，法治嘅唔公平啦，可以拍呢啲。但係好白嘅戲咧，你就講唔到啦，唔係好似80、90年代咁樣就可以拍啲好白嘅。其實2000年代以後咧，自我審查已經唔講得嘅，但係仲可以出咗10年啊嘛，仲可以出咗一啲嘅即係好顛覆性嘅電影啊嘛。咁但係而家唔得啦，而家已經係完全唔得。咁好啦，杜琪峰口中嘅黑社會3。現實中更荒謬嘅情節係咩呢？呢個我哋要做一個揣測，我做一個揣測啦，不如咁我認為呢，就係同上海412事件有關係嘅。上海412事件係咩呢？即係呢個係一個歷史著名嘅事件，就係清黨青幫呢個呢，上海青幫呢，其中嘅當時最大頭子就係杜月笙。杜月笙、黃金榮呢啲人呢就係非常之厲害。黃金榮就係上海巡捕廳，相傳咧大陸有好多書就話咧蔣介石曾經拜過黃金榮門下嘅，係送過貼紙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個似乎歷史上就發覺冇證據，係大陸嗰啲作家抹黑蔣介石以杜月笙嘅孫嘅訪問咧，佢就話聽長輩講，佢都係聽嘅啫，間接證供。佢就話咧，蔣介石曾經咧係拜過杜月笙，而唔係拜黃金榮嘅，因為拜杜月笙咧係比拜黃金榮門下咧係更合理。黃金榮咧就係上海巡捕廳嘅巡捕嚟噶嘛，咁所以咧收貼紙嘅機會率係細啲嘅。但係杜月笙已經係上海青幫嘅大佬，咁所以咧就係佢收咗蔣介石嘅貼紙。但係後來咧就係因為戰亂啊嘛，所以咧呢個嘅杜月笙咧就要離開上海嘅大宅。當佢翻去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咧夾萬上咧蔣介石嘅貼紙唔見咗喎。本來咧佢一直係收藏咗蔣介石嘅貼，即係拜貼就將來咧希望就用佢就換翻個人情，將個完璧歸趙俾翻蔣介石，換翻個人情作為一個免死金牌。但發覺唔見咗喎，俾人偷咗。係咪蔣介石派人偷嘅咧？所以咧杜月笙離開咗上海嘅時候咧，佢冇去台灣喎。大部分青幫嗰啲人物就去咗台灣，佢選擇留喺香港治病，最後就喺香港咧好快就死咗。咁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就唔想見到蔣介石，知道蔣介石會對付佢。個原因係咩啊？蔣介石同佢之間有好多秘密啊。其中一件事最有名嘅就係清黨事件，就係因為國共合作啦。本身咧就係呢個經蘇共嗰個安排底下，國共係合作咗噶嘛。咁但係咧就發生咗民國16年呢個嘅中華共進會國民黨誘殺上海共產黨黨員嘅事件，史稱咧就係412事件。民國16年1927年啦，就係因為當時北伐就係入到去上海啦。咁但係咧國共本身合作緊啊嘛，咁所以咧國民黨咧就要剿殺呢個嘅共產黨，喺呢個時候就要國共分裂。咁但係咧佢用自己嘅力量去剿殺共產黨咧，就係即係太過明目張膽啦。因為上海共產黨嘅黨員好多都係工會嘅成員，佢哋係知識分子階層，
咁所以咧就揾咗杜月笙、張少林同埋黃金明呢3個人去做一個白手套，就係清剿呢個嘅知識分子，清剿工人階級。所以咧佢就係打，即係利用黑社會，由政府利用黑社會打示威者喎。咁我懷疑咧，如果杜 Sir 咧拍黑社會3咧，可能佢本身喺2010年嘅時候構想呢個黑社會3就係想寫呢個情節嘅。佢話後來現實係發展咗嘛，咁所以咧可能現實如果再拍就係黑社會3之元朗黑夜，係咪可以咁樣寫咧？就係黑社會就係受即係一啲有勢力嘅人士，比黑社會更大勢力嘅人士鼓動去打示威者咧。呢個嘅黑同埋另外一種強而有力嘅勢力合作勾結咧，上海係發生過。國民黨蔣介石、杜月笙係發生過，我懷疑佢又想寫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杜 Sir 將來可唔可以拍呢？我又覺得樂觀喎。杜 Sir 未必拍到，但係杜 Sir 個徒子徒孫可能拍到。就好似韓國嘅電影咁樣，佢幾十年嚟咧係受壓制嘅就係從來喺呢個嘅2000年代以前，香港電影係一枝獨秀噶啦，就係因為台灣係有黨禁報禁啊嘛，台灣嘅電影係拍唔成嘅，拍唔出嚟嘅。台灣人都要睇香港拍嘅粵語國語片就係咁解，就係因為佢哋係冇言論自由，日本有，所以日本嘅電影咧喺80、90年代都好旺盛嘅。韓國係冇嘅喎，喺2000年代前就係呢個嘅社會仲未和解以前，韓國嘅電影都係唔得噶。2000年代以後咧，韓國嘅社會和解咗啦，即係呢個嘅威權管治結束咗一段長時間啦，應該要坐監就坐監啦，盧泰愚前總統坐監啦。呢個嘅全斗煥前總統坐監啦，咁咪拍出我的野蠻女友後來大長今一代一代嘅電影電視咪越嚟越犀利咯。咁成就咗今天韓國嘅稱霸全球，就係同佢個言論自由開放係有關係噶嘛。香港喺97年前嗰個電影係即係除咗荷里活之外，就係到香港嘅咁其他地方韓國或者印度完全係拍馬比唔上，亞洲只有得呢個嘅日本同香港係比得上啫。咁但係隨住嗰個言論自由嘅即係自我審查出現咗，97之後已經大不如前，去到而家呢幾年，杜 Sir 話5年冇拍過啦，2019年之後已經唔拍啦，呢個係大家眾所周知嘅原因。所以呢個黑社會3拍唔到，仲有好多類似嘅電影都拍唔到，就係咁解咯。咁所以但係韓國嘅電影始終都會榮光歸來嘅咁就係即係我成日都話啦，聖經耶穌基督嘅門徒無論係呢個彼得還是保羅，佢哋都受到迫害啊嘛。基督徒受到迫害咗200幾年，咁但係去到呢個嘅公元4世紀嘅時候，咪變成咗合法化咯。即係君士坦丁堡大帝嘅時候咁變成咗米蘭敕令就合法化，後來就變成咗國教添。咁所以咧，榮光始終係會歸來嘅，時間係說明咗一切。儘管可能一代一代嘅過去即係不公義嘅事情咧，可能係會繼續發生，但係榮光咧係只會遲到，但係一般情況底下，我認為都唔會缺席嘅。咁所以杜 Sir 拍唔成呢個黑社會3，但係可能佢嘅徒子徒孫有機會拍得成。咁所以我哋讀歷史嘅人就保持樂觀保持呢個嘅積極，咁睇下誰人能夠笑到最後啦，好嘛？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已經上載咗呢一個星期咧教嘅中國近代史課，講建國初年中共建國初年嘅亂政。咁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咁Patreon 條 link 就喺下邊，希望大家去支持啦，知識有價，拜拜。